当地时间4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普京表示，俄中军事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两军加强联合演训、专业交流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战略互信。李尚福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进一步密切两军战略沟通，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做出新贡献。普京请李尚福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前不久访问俄罗斯，取得丰硕成果。我同习主席就新时代俄中关系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协作，深化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俄中军事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两军加强联合演训、专业交流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战略互信。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идет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е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в экономике,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в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отрасли. Ну и по линии военных ведомств мы работаем также активно, регулярно обмениваемся полезной для нас информацией,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в сфере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водим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чения. И причем на разных театрах, и 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м регионе, и в Европе, и на море, и на суше, и в воздухе.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еще одно важнейше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укрепляе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доверитель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李尚福在会见中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尚福说，两国元首为中俄关系发展定向把舵，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俄军事互信日益巩固，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密切两军战略沟通，加强多边协调配合，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做出新贡献。日本庆应艺术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鹤冈路人在分析新闻照片时发现，普京与李尚福会谈的椭圆桌同普京之前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会晤的是一张桌子，但使用的方式截然不同。从照片看，马克龙那次与普京会谈，双方领导人坐在桌子两端，相隔距离较远，而这次普京见李尚福则几乎是面对面交流，还有俄防长绍伊古陪同，从形式上就显得距离很近。那么马克龙总统的访问呢，第一个不同呢，主要是在去年2月份，乌克兰危机正在急剧的升级，所以俄罗斯和法国方面呢，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解释，对它的这个解决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气氛呢比较紧张。深圳卫视还注意到，今年2月22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时，会谈使用的也是同一张桌子，并且同样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当时，英国《每日邮报》就称，两人坐在桌子两边面对面交谈，彼此之间只隔了几英尺远。这清楚地表明了普京对中国的亲近，也与普京对待其他国家政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这张桌子，法国24小时新闻网此前称，按官方说法，这张6米长的漆木桌子作为新冠疫情时期的一种方案，以确保普京和他的客人之间有足够的距离。具有指标意义的是，这是李尚福上个月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的首次外访。有分析就表示，中俄两国是同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两军本就保有密切的常态化交流合作。中国防长上任后首访俄罗斯，既是深化军事互信、充实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的应有之义，也是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力量的必然要求。
据资料显示，中国防长就任后的首次访问，在传统上一直选择重要大国作为访问对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美国都多次成为中国防长的首访目的地。自2013年以来，连续3任中国防长就任后，都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对象，这也见证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提升。不过，对于李尚福这次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出访，有些西方媒体却急着给中俄之间的常规交往找出所谓非常规信号，有的从中解读出所谓重塑世界秩序、削弱美国影响力，甚至有些还炒作所谓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可能。对此，在1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再次强调中俄关系的3不原则。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2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2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我觉得对于中俄关系，中国政府的表态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界定2国的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是呢，我们的这种战略伙伴超越了冷战时期的那种军事政治同盟，所以我们不是军事同盟关系。而且我们2国发展关系也不针对第三方，我们重视和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军事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也重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盟，包括我们中国也非常重视和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也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所以外媒的一些炒作或者一些猜测，我觉得这些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日本长野县青井泽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17号进入第2天，尽管当前乌克兰危机亟待解决，但欧洲与印太的安全却被打包处理，包括再次翻炒台海议题。对此，中方批评有关国家言行不一，明里暗里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G7外长会16号晚开幕，轮值主席国日本外相林芳正当晚举办工作晚餐会，七国外长就印太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应对印太地区的挑战极为重要，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日本外相林芳正还表示，对同中国有关的各种挑战感到忧虑。日本外务省文件称，每个国家都表达了这种共识，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号指出，有关国家应当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两岸虽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这是台海的真实现状。台湾归还中国是2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局势，首先就应该弄清台海紧张的根源在何处。事实一再说明，岛内台独分子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这才是在破坏台海现状，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要维护台海局势稳定和地区和平安宁，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汪文斌还对相关国家言行不一的举动进行了严厉批驳。口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行动上却对台独分裂活动睁一眼闭一眼，明里暗里纵容支持，甚至把反对台独分裂说成是改变台海现状，这是在背离，而不是在践行一个中国政策，是在破坏，而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不仅在16号晚的工作晚宴上，日方就将对华针对性极强的议题强行塞入，在17号的首场外长会上，讨论的议题也是与印太地区相关。根据会议官方声明，七国集团外长共同认为，要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包括东盟和太平洋岛国，并作为 G7 框架的一部分，定期讨论和加强与印太有关的合作。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披露的 G7 外长会联合声明草案，写入所谓外长们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局势，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G7对印太和中国议题超乎寻常的热情引起舆论关注，有声音直指东道主日本热衷于将欧洲与印太安全打包处理，并将此列为首要议程。路透社称，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到 G7 外长会时说，欧洲的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不能分开讨论，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在会议开始前，舆论就预计中国议题会成为首要议程。彭博社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日本担任今年的 G7 轮值主席国，因此亚洲的地缘政治挑战将受到更大关注。法新社也引述了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话称，会议将反映对中国正在采取的一些行动的集体关注，讨论的重点将是各国将如何继续以共同协调的方式保持立场完全一致，并指日本热衷于将地区性挑战作为首要议程。日本这个很狡猾啊，在欧洲方面的同盟跟在亚洲地区的同盟是两个不同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七国集团，使得美国的两个同盟实际上在这个框架里面融合进来了。日本也是通过这一种方式，能够加强跟欧洲，就美国另一个同盟更紧密的这种关系，也是希望能够把日本的一些关切能够纳入到七国集团里面。作为G7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在今年轮值主席国的角色被美联社评价为提供了一个讨论对中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机会。然而 G7 会否跟随美日的指挥棒走，需要打上问号。毕竟欧洲不是美国的欧洲，更不是日本的。7国的欧洲成员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都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在回程途中再次抛出欧洲应坚持战略自主，不能做美国附庸的观点。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马克龙直接表明欧洲不应追随美国。因为法国是G7的重要成员，他们会进行协调。我想立场呢会回归到这个过去欧洲长期强调的一个立场，包括比如说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然后和平解决，尊重一种原则他们会在这个框架之内，然后去寻求一个共识。日本借G7平台企图实现自身政治谋划的意图十分明显，甚至还在会前称，希望通过这次G7外长会，在G7广岛峰会之前向世界发出强烈信息，强调G7的团结，但G7的内部分裂和下降的国际影响力已日渐显现。路透社援引一名法国外交官的说法指出，G7只有在能够处理世界问题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可信度。很多的多边国际组织现在功能的发挥不是太理想所以现在G7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在试图竞争重要的国际性的多边机构的权威或者作用当然，他们有关政治方面的一些立场，我们是坚决不赞同的而且是带来了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纠纷但是呢，也要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这个积极促进全球治理方面的一些作用，没有完全否定的，还是要寻求一定程度的可能的合作机会。好，这样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俄罗斯总统周日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委监防长李尚福，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发布的会见照片与视频呢，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周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中方官宣的李尚福访俄的这个日程是从16号到19号，前后4天。而且呢，昨天还是俄罗斯的传统节日复活节，所以呢，李尚福在访问俄罗斯的第一天，就在俄防长陪同下获得普京总统的接见。那么也足见俄方呢对中国防长此访的重视，对两军关系的重视。根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呢，李尚福他也特别对普京在俄罗斯传统节日期间进行这一次会见表示感谢。外媒关注李尚福访俄，都强调这是在中国元首对俄成功进行3天国事访问不到1个月之际进行的，而且呢，这也是李尚福履新之后首次外访。那么很大程度上，这次访俄呢，就是要在军事防务领域落实中俄2位元首的共识，来密切两军的战略沟通，深化推进双边合作，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根据新华社的电稿，普京在昨天的会见中指出，同习主席就新时代俄中关系发展做出了规划部署，俄中军事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希望两军加强联合演训，
专业交流等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两国的战略互信。克里姆林宫今天发布的会见通报对俄中两军合作领域的这个描述呢更加详尽，也被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在内的国际媒体呢广泛转载转译。普京的表述呢大致意思是，我们的军事部门也在努力工作，定期交换对我们有用的军事信息，强化军际合作，进行联合军演。更加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战区，比如远东战区、欧洲战区、海上、陆地、空中等等。那么，普京在会见中提到了远东战区。事实上呢，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刚刚接受了突击战备检查。今天，俄防长绍伊古专门向总统普京汇报了这次的检查情况，强调这次战略检查的任务包括模拟打击在太平洋的敌方海军。那么，虽然普京呢回应说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俄军的最新动作，包括普京总统的会见表态呢，也预示着俄军对东部方向的重视与布局。正在日本长野进行的 G7 外长会也摆出了干预台海问题的架势。那您对此又如何分析呢？很大程度上，这次 G7 外长会可以看作是下月 G7 峰会的最后准备会。与会的各方呢，在最后的协调议程的准备与立场。那么从这一次外长会首设所谓印太议程，包括在台海议题上的所谓发声与安全关切来看，尤其是美国国务院的匿名高官毫无讳言要商讨出协调一致的对华立场，都已经在充分预告，下月美方不排除会在 G7 峰会上裹挟其他的成员国再度炒作涉华议题，甚至不排除会大打台海牌。但是呢，也必须要指出 ，G7 成员国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呢，法国作为 G7 成员，总统马克龙也已经就此率先破题，引爆争议。此前呢，在结束访华的专机上，接受法国和美国的两家媒体的专访，马克龙就强调，欧洲不应在台湾问题上沦为美国的附庸，欧洲不应该草率卷入中美在台海的博弈对抗。但是呢，这番着力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捍卫欧洲自身利益的言论，竟然在大西洋两岸遭到同步围攻。英国大报《每日电讯报》甚至刊文指责说，马克龙此说是在台湾问题上准备出卖西方阵营，所谓 “ready to betray democracy”。那么，虽然面对大西洋两岸的同步指责，马克龙上周在访问荷兰期间仍然多次回应，涉台表述以及立场并没有变化。那么，法国财长勒梅尔上周也在华盛顿出席 IMF 以及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时坚决为法方拒绝选边站的国家立场辩护。作为美国的盟友，不代表就应该处处反华。那么，我上周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北京与秦刚共同见记者，那么双方曾经就台海议题直接交锋。那么贝尔伯克他无论见秦刚亦或是王毅，他所得到的一个关键讯息都是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要坚定反台独。可以预料，在中国家门口上演的 G7 峰会，不管会不会打出台海牌，不管会怎么打，甚至呢也不管 G7 成员内部将会如何争吵、相互攻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要坚定反台独的这个主题信息，必将越来越显著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好，请管尧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近日，五角大楼机密文件遭泄露，据称密件中包含不少涉台内容，而且暴露了台军的诸多致命弱点。据美方评估，台军不太可能在两岸冲突中抵挡解放军的空中优势。在信息获取方面，美军在台海也变成了睁眼瞎。这些评估让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幻想彻底沦为笑柄。对此，台湾防务部门却只敢在声明中表示尊重。近日，一批疑似美军密件流传于多家社交媒体，涉及美国监听韩国等盟国介入俄乌冲突等内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外泄的文件中还有涉及台海局势的内容。文件显示，台军第一条致命弱点就是无力争夺制空权，一旦发生冲突，解放军空军将在早期就获得制空权，而台军防空系统能否准确探测到导弹发射都是问题。对于长期以来被视为台军精锐部队的台空军，文件直言，能完全执行任务的台军战机只略多于一半。
而且要将台军战机转移到安全地区，需要至少1星期时间。但如果解放军在台军战机转移前就发射导弹，台军基本无解。我认为1-2天就可以完成战力疏圈了。但是我们要想到，就是说，我如果跑道被炸怎么办？没有办法起飞。中共就是以夺取制空权为第一目标，对我们的机场的跑道还有机库堡对战机的破坏跟轰炸，它会列为首要的目标。受地形限制，台湾主要的海空军基地都分布于台岛西侧和东侧少数地区，不仅数量有限，且相互距离较近，容易被集中打击。台当局原指望一旦发生战事，利用台岛东侧基地背靠中央山脉的优势，躲避打击。但由于解放军装备和作战能力水平的提升，对台岛东岸进行精准打击和绕台作战已不再困难。4月8号至10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及附近海空域圆满完成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各项任务，全面检验了实战条件下部队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而国产航母山东舰的参演，成为本次东部战区环台岛演训的一大亮点。部署非常多的飞机跟军舰在东部，我就是压制你嘛，飞弹朝你那个飞机的出口打几弹，你根本就动弹不得。台媒注意到，山东舰现身台湾东部外海，高达120架次战机起降，歼15战机更飞临台岛东南空域。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赖月谦向深圳卫视分析称，山东舰出现在台湾东南部产生的威慑作用是巨大的。山东舰这次到台湾的东侧，尤其是台湾的东南侧这个地方，它对于东部的不管是制航基地也好，嘉山基地也好，或者是巴士海峡的这些风控的能力，对于山东舰来说，它会产生巨大的这个威慑的一个作用。所以山东舰加入这次的演习，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政治军事的意涵有这么的多。除了制空权的完全丧失，在信息获取方面，美方一向颇有自信的情报探测和分析能力也面临严峻考验。外泄文件称，解放军的现代化使其军事行动频率提高，同时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加强军事活动，削弱了美国情报界准确跟踪解放军正常情况和升级情况的能力。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强调说，在过去8个月内，解放军进行了2次模拟2栖攻击、封锁、空袭和联合火力打击的大规模军演。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伍斯诺分析称，如果未来相关演习规模明显扩大，美方对解放军意图的判断就会更加困难。对于台军的真实战力，相关文件的评估更毫不留情。文件显示，台军目前的训练标准是对每个目标发射2枚防空导弹，是射击单一的固定目标，而解放军采用的近程弹道导弹系统却是通过多个移动式平台发射导弹。五角大楼分析师提及，台军防空演习很大程度是照本宣科，不足以让台当局及民众为真实世界的事件做好准备。对于相关密件中的涉台信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不予置评。台防务部门则在声明中表示，尊重外界对其军事准备的意见。分析认为，五角大楼此次泄密事件不仅让外界看到了台湾武装力量的诸多真相，更让人们强烈感受到美军这个自诩高明的操盘者所暴露出的焦虑情绪和无力感。或许这也成为美方破罐子破摔，提早推动包括毁灭台湾计划在内的最坏情况想定的原因。五角大楼泄密文件对台独势力的打击来得颇为猛烈，简直一点面子也不缴，完全撕开了台独当局耗费重金布局的辣台形象，也让抗中保台彻底沦为幼稚笑话。这一份泄密报告的背后，其实我们能闻到很浓厚的所谓的铜锈的味道，甚至是敲竹杠的味道。其实这就在暗示台湾，你哪都不行，那就意味着你未来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从我这购买高额的武器。而另外一层面，从美方对于台湾的种种批评，恐怕也意识到了，未来美方可能会按照他的所谓的不对称战略的需要，对台湾的防务部门进行更强大的改造。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就美舰最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表谈话称，全程跟监警戒，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那您对此怎么看呢？就美舰米利24号的最新动作，美海军第7舰队的声明称，这是 a routine transit， 所谓一次常态过航。
但是呢，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国际媒体都在强调，这次过航是在中方刚刚完成环台岛战备警巡以及联合利剑演习之际进行的。那么这就是东部战区发言人今天所直接抨击的美方公开炒作。当然了，美舰穿航之时，G7外长会也在日本长野揭幕。美国国务院已经有匿名的资深官员，像包括路透社在内的美西方媒体在造势，说涉华议题将处前排 C 位，它的英文表述是 front and center。那么相关国家，尤其是美国媒体都在鼓噪炒作。这位美方高官呢，也在特别喂料，声称各方尤其对台海局势感到关切。那么这样看来，美舰的最新动作也是要给这所谓的外部关切来再添一把火。但是呢，对这种预设炒作的人为关切，解放军再次用实力来灭火，用行动来表态，全程跟踪警戒，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事实上呢，上周落幕的环台岛联合战备警巡以及联合利剑演习，包括国产航母山东舰上阵东出台湾岛，对岛内以及海域相关重要目标完成打击演练，这些都在确认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对台海的制空、制海、制信息权，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主导权，都牢牢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说的再明白不过，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谁要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答应；谁要是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退让，那是痴心妄想，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谢谢广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日前借日媒透露，5月初将有25家美国军火商派代表到台湾讨论合作生产无人机与弹药事宜。有台媒炒作称，这是2019年以来首度访台的大型美国防务产业代表团，但岛内舆论并不买账，批评民进党里应外合，不榨干台湾绝不罢休。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介绍，这支军火商代表团将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退役指挥官鲁德率领。去年9月退役的鲁德，军旅生涯后期几乎在印太地区度过，曾担任位于冲绳的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指挥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战略规划和政策主任。双方将会寻求提供先进技术和台湾企业合作发展无人载具。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能否合作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美企一般需要先获得政府批准，才能与海外合作伙伴联合生产武器。那我们都保持了乐观与支持。无人机的作战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吃重的。同时，如果一旦进入到一种长期的冲突当中，弹药的储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看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俄乌冲突经验的吸取，才会有这一次台美商业协会企图将若干家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引入到台湾，并且探讨无人机以及弹药生产合作的那种相应的内容。成立于1976年的美台商会，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以促进美国和台湾地区商业和贸易关系为宗旨，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军火商和台湾说客为主导的游说集团，也是1年1度举行的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主办方。因此，在军火圈颇具影响力。去年5月，拜登政府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取消了3个对台军售项目，包括 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E-2D 高级鹰眼预警机以及 M109A6 自行火炮。当时，该组织立马跳出来发公开信抨击拜登，并希望美方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并短期内能加速交付对台军售项目，且逐步提升台湾战备弹药储存。去年11月，该组织负责人韩如博还鼓吹，美军所需的武器数量和向台湾等海外各地提供的部分，仅靠美国生产难以补充，因此开始全面探讨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构想。他表示，该计划正处于初期阶段，合作项目很有可能是技术上已确立的包括导弹在内的弹药，而非 F-35隐形战机等最尖端武器。他还放话称，双方合作生产武器最快将于2024年具体落实计划，共享机密性较高的军事技术也将成为课题之一。
25家实实在在的军火承包商，带来的是要在台湾生产弹药和无人机的这种所谓的想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其实是将台湾视作一枚与我们进行对抗的棋子，而不是视作一枚他要保护的对象。那么我相信这种状况、这种新闻的持续的曝光，会使得台湾社会的以美情绪持续的升温。我相信这种以美情绪的升温，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或者说会使更多的台湾民众认清楚，到底应该怎么与中国大陆相处，才能真真正正的保护住自己的和平。16号，在台湾大学举行的美国霸权的衰退和堕落研讨会上，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关中表示，两岸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在制造台海危机，目的在打压中国大陆，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因此，在两岸关系上改变现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背弃承诺，掏空一中原则，以与台湾关系法取代美中关系的3个公报。那台湾问题是不是无解呢？我走到任何地方，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无解。很好解决，3点：美国尊重一中原则，大陆坚持和平统一，台湾放弃反中抗台，台湾问题就不会有战争。我的结论：两岸不合作，台海不会有和平；台海有战争，台湾一定被牺牲。在同一场研讨会上，曾担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赵建民说，美国已从两岸关系的平衡者变成两岸危机的促成者。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则说，今年美国想把台湾往火线上送，推上战场，对美国言听计从非常危险，必要时必须跟美国说不，守住美军不入台的底线，尽快建立两岸高层间的沟通管道。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学员你好。对于美国军火商代表团将赴台探讨在台合作生产武器一事，您怎么看？我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军备上支援台湾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也就是由传统的对台军售转为了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直接促成这一转变的就是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事，因为俄乌战事使得美国甚至是整个北约的军备产能都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军队的需要，无暇顾及台湾当局的军备需求。但同时，美国又跟台湾方面签订了大量的军售订单，无法按期交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动了要在台湾岛上跟台当局合作生产军备的歪脑子。美国的花花肠子是：第一，可以利用台湾的场地与人力资源，尤其是利用台湾的芯片技术来共同生产武器，以解决美国的产能不足问题。第二，美方一厢情愿地认为，跟台湾合作生产武器可以一劳永逸地避免对台军售而引起的中国大陆的抗议与反制问题。第三，双方在台湾本土合作生产武器，不仅可以突破对台军售的数量限制问题，而且可以突破对台军售的质量与种类限制问题。也就是可以跟台湾合作生产很多进攻性的武器，甚至是连进攻性的中远程导弹都可以以弹药的名义来生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台合作生产军备的大门一旦打开，那美国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为台湾生产武器，而且未来还很有可能将台湾变成美国军备生产的代工基地与兵工厂，让台湾生产的武器能够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如此一来，三方之间的军火库就基本上被打通了。那美台双方为什么要将无人机与弹药作为合作生产的重点对象呢？我认为美台这样做显然是因为总结了俄乌战事的经验与教训。合作生产无人机是因为在这次俄乌战事中，无人机发挥了其他武器无法取代的奇特效果。它的使用不仅可以避免己方士兵的大量伤亡，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机动灵活、以小博大的特点。而在美方不断渲染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无人机更是可以最为有效地突破台湾海峡天险的战争工具。当然了，无人机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得天上的卫星进行有效配合。这就是蔡英文当局还想引进马斯克的星链系统的原因。美台合作生产弹药，是因为美方通过这场俄乌战事意识到了，现代战争对于弹药数量的消耗是极其惊人的，能否及时供应充足的弹药，是能否赢得某场战争的前提。
尤其是由于美国与台湾远隔重洋，一旦未来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压根就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为台湾提供及时与充沛的弹药。因此，美国思来想去，在台湾就地生产弹药就成为了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台湾的主流民意从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两岸一定要避战，因为战争一旦开打，不仅岛内要面临着生灵涂炭的后果，而且70多年心血带来的台湾现代化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这也是赖清德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主轴由抗陆保台转变成为和平保台的重要原因。接下来台海局势的博弈将会是避战与备战两种思维的对决与较量。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